我敲了半天了，还以为你不在呢。江城一屁股坐在了温情刚刚坐过的椅子上，倒了一杯水，又咚咚咚喝下了一大半。下个月我要出趟国，临时有点事，飞机租赁的事跟对方谈到一半了，我去不成了。这是资料，你提前补一下吧。江城从来也匆匆，交代完事情，正打算去也匆匆，看到魏无羡的熊猫眼，大声说：“你没休息好就回家休息去，你看你的脸，白得像个鬼。多年好兄弟，关心自己的时候就像在咒自己死。”魏无羡腹诽，他无力地挥了挥手，说：“我没事，我知道了，有事我问你。”江城刚拉开门要抬腿走，转身又得意洋洋地笑着说：“我下个月才走呢，你放心，我不会错过你生日的。”滚！魏无羡飞手就是一个笔记本。夕阳的光透过窗外稀稀落落的树冠，在室内拖出不规则的阴影形状。蓝忘机在 T 大的宿舍是2楼，2人间，不过他向来喜静，家里也托了些关系，最终就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他人背对着窗台看着书，修长的手指落在英语单词本上，带起窗外沙沙的风吹树叶声。啪嗒，一条长腿裹着窗外的热气落在了水泥地面上，踩出不着痕迹的印记。忘机哥哥，魏无羡声音总是比人喧闹得快，再好的制冷空调也抵不住他。他人从半掩的窗台跳进来，室内的温度一下从25度变成了32度。蓝忘机的笔尖在单词本上顿了一下， cancel 的 L 被划出长长一道，微微侧了侧头，道：“又跳窗。”这像是一句疑问句，又像是一句肯定句，不过魏无羡听懂了，显然是责怪自己又从窗户跳进来的意思。不过他根本没有在意这个，啪的把一杯西瓜冰沙拍到了蓝忘机的桌子上，笑道：“你们的宿管阿姨不会放我进来的，况且你窗边那棵树很好爬的呀。来呀，喝个冰沙，第2杯半价，不买总是感觉赔了。”蓝忘机没有拿起那杯冰沙，转过身看着魏无羡咬着半价的第2杯冰沙吸管，外面太炎热，粉红色的冰沙略微化掉了一些，被他用力一吸，杯中的粉色立刻全部褪去了颜色，化成了一抹淡白色透明的冰块。蓝忘机摇了摇头，把吸管插到据说属于自己的全价那杯里，递给魏无羡，淡声道：“考得如何？”从1年前魏无羡被蓝忘机精致的错题本惊吓到后，两个人的关系似乎一下子近了很多。魏无羡不但没有在图书馆迟到，还在整个暑假过去后，有空就跑来跟蓝忘机一起上自习。魏无羡的班主任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出了这招用状元带动另一个脑瓜聪明的第一，一定会再来一个的状元的，中奖率简直100%。连江澄和聂怀桑都惊讶了，他们倒也不是没想到魏无羡会转性，只不过以为这种发力最早也要在高3下学期，甚至搞不好是4、5月份才出现。现在魏无羡这么乖乖的刷题上自习，除了偶尔间歇跟他俩喝酒去网吧打游戏，其余时间还真的挺靠谱。魏哥，你不正常。聂怀桑经常扇着一本试题卷，摇着头，仿佛循规蹈矩的魏无羡应该是个疯子才对，脸上露出非常遗憾的神情。你懂个屁！魏无羡回答一如既往。通常这时江澄会欲言又止，你更别说了，下次休想我给你带酒。魏无羡还会再狠狠瞪江澄一眼，仿佛江澄只要开口说话，他就再也不会借他抄数理化作业了。为了数理化作业，江澄知趣的闭嘴了，虽然他不知道他一句话没说出来跟喝酒到底有什么关系。循规蹈矩的魏无羡眼角微微上扬，他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然后他看着蓝忘机，有点翘尾巴的意味，说：“当然还是第一，不过还是就多第6分。”第2杯冰沙被他用力一吸，粉红色的冰块白了一半，然后他满意的把半杯冰沙又拍到桌子上，小声说：“不过还是比不过忘机哥哥呢，领先第2名过百，也算是你的记录了。”蓝忘机并不回答，转过去继续看他的单词本。魏无羡微微弯下腰，前胸隐约就要贴到蓝忘机的后背上，呼吸里满是蓝忘机身上淡淡的檀香。他一伸手够起了原本摆在蓝忘机桌子上的数学试题本，像是对这次考试很满意，拿到之后又调皮的把这本子抛了一下，才又从蓝忘机的桌子上又摸出一根笔，躺倒在蓝忘机的床上写写画画。又逃化学。
蓝忘机低磁好听的声音传来。魏无羡的笔没停，仍然龙飞凤舞的在试题本上算着，一边写一边说：“那老头不喜欢我，每次实验课都嫌我材料拿太多，反正不去上课我化学也第一，避免我俩相怨，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蓝忘机的后背挺得笔直，完全没有接应这茬，算是对魏无羡每次化学实验课都抱着要炸楼的打算一种无声的抗议和不认同。魏无羡写了好半天，咬住笔帽，又笑了一下说：“蓝湛，反正你又不留宿我，这本我今天做完3套就滚蛋，正好顺路去夜跑。不吃饭？不吃了，看了今天的食谱，难吃的一匹。”魏无羡又开始专注他那本试题了。蓝忘机轻轻摇了一下头，知道不吃的意思肯定是要跟小伙伴们跳墙出去吃别的了。